乾一點。但我现在也有點好奇你的職業。你不会更好奇居住地嗎？我覺得蠻近的，所以不管是哪一個，應該都還好。給我1分鐘回一下工作訊息。哦，我還以為你收到什麼訊息嘞。我想說，這也是節目環節的一部分嗎？請給我1分鐘。好，不好意思，回來了。確定不是收到遊戲的環節嗎？工作訊息很多啊，一打來看70幾個訊息。哦，對啊，遊戲環節也有。好，感覺聊天的氛圍都蠻好的，所以如果對方沒有搶成功的話，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覺得如果被搶走，你會有什麼心情？如果被搶走，我可能會覺得小錯愕。因為至少表現出來的樣子是他，應該也算投入。有小猜到會有這種環節，但是就還是會覺得說，其實我也很想跟小鹿約會，可是我覺得我可能認識 Chris 還不夠深入，所以我還是要再給 Chris 一些時間。拒絕他，你覺得小鹿會有什麼感受呢？他可能也在意料之中，大家就說好啊，沒關係，就這樣子啊。之類的，但是我回去就會盡量比較安撫他嘛，就會第一時間就先去找他，第一時間就先去靠近他，讓他知道說，其實我是很想跟他約會的。本集由藍星 Villa 和337同居約會贊助播出。哦，等一下，真的有訊息。你这樣的表情讓人很緊張哎。哦，你要不要來稱讚我一下？啊，開始稱讚我一下，開始做奇怪要求，開始稱讚你。對，來稱讚我3個優點。稱讚你3個優點。我覺得你情緒穩定。然後很貼心，很會照顧人。廚藝很好。廚藝沒有廚藝的部分。有啊，換一個。廚藝很好，不滿意。很適合當主持人。又來，真的啦。又來，很會 Q 環節。哦。哦，你有收到訊息是不是？對，突然心動了一下。你心動是因為傳給你的那個人嗎？就是我眼前的人呢。你說萌萌嗎？對，是我。我剛剛看到那個名字，我想說，太爛了。那就是爛就要不要笑，因為這樣人家還會覺得說哦有爛。還是給回應的話，就是那個人可能就會想繼續講，只是會覺得爛到笑啊。他看手機了沒？還沒吧。他拒絕，你看，我就知道。我也是來。這樣做沒關係，我們可以出去了，是不是？紅蘿蔔，我覺得蠻合理的啊。Chris 就是又要的對象啊，那当然就是想要繼續跟 Chris 約會下去，不是單純他想拒絕小鹿吧？他就是單純想跟 Chris 約會下去。不意外，但只是覺得說，好，你就好好約會哈，還是會想要就是嘴一下嗆一下。可是我就是覺得這就是我知道的結果，而且他也會在可能跟別人聊天的時候，就是很明確就直接說，他會直接在我旁邊講的就是我，所以他也連帶的帶動到我，我會直接跟別人說，哦，就是選佑。他選擇留在原本的約會的時候，你有沒有就是擔心說他們是不是真的很合？不太可能啊，而且因為他出門前在餐桌的时候，他也是有跟我就是有互動啊，然後也有跟我聊天，也有跟我什麼牽個手，我就沒有感覺到他是強烈的想要認識到這個人勝過我，而是他覺得哦這個人可以認識看看。可是你跟你爸媽比較疏离，是小时候就有疏离的。那你有兄弟姐妹吗？有個弟弟，長大之後蠻好的，直到最近可能發生一些事，所以最近半年好像沒什麼在聯絡。
但是在那之前其實關係一直都很好。我跟我弟，我媽就是可能從小開始會有點精神暴力我們嘛，所以我們兩個跟媽媽都不親，然後跟爸爸相較好一點親。我現在看會覺得一個好像是在扮黑臉，一個是扮白臉，但是長大後會發現其實不是這樣欸。好，媽媽是黑臉沒有錯，可是她黑臉是她本身就黑，本身就是那樣的人，她會對我們這樣，並不是她在扮黑臉，是她只是體現她作為一個她那個年紀那個階段的女生，她的焦慮，她會把它放在我們身上。總結來講的話，就是在那些所有我覺得我們在被精神暴力的期間裡面，我爸都不在，我們應該是蠻期待爸爸回來的，會覺得他来了，我們感覺生活會好一點。可是等來之後也的確都好一點了，但是長大後我回頭看這件事，會覺得其實我爸也是個很大很大的加害者。就是我爸之所以可能維持這個回來的頻率，是因為他自己也不想面對這樣的我媽，但是你怎麼會留我們兩個去獨自面對？對啊，你明明知道他有這些問題，你怎麼會一路都不在？很期待他回来，比較愛爸爸，都會講這種話，比較愛爸爸。我媽聽起來肯定應該也覺得有點心酸，可是長大後再看会覺得沒有這是大人的小心思，他可能自己也不想面對自己選擇的家人，所以跟他們不親。然後我回台灣，今年7月就要1年了，也沒有見到我媽，也不想見到她。那你會想見到她嗎？其實還是不想啊，就會覺得都不見也還好。就我小時候可能會很想要和解這些事情，但現在就沒關係，不管爸爸媽媽都是。假設如果人生要有很完整的規劃，假設想有小孩，那我就會想到，天哪，那小孩我要準備他的教育費。對啊，就是一棟房子在燒啊。對，甚至不只是一棟房子，我要準備教育費，我可能要幫他準備整形費，我還可能還要幫他對，還有可能還要幫他準備買房子的費用。就我也想很多很多東西，那如果對方跟我差不多的話，我會覺得這件事輕鬆非常非常多。我選這顆給你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很特別，它是裡面比較不一樣的。哪裡不一樣？長得不一樣。聽一下，我覺得裡面長得都90%都差不多。這顆是我一眼就看中它。我對你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樣，在人群中就很容易看到你。差不多是這樣。你有講跟沒講一樣，你是不是亂選？沒有啦，你是不是亂選？然後選了之後才開始想要怎麼講，對不對？抓到，不是這樣，抓到，它肥肥圓圓的，不是，它肥肥圓圓的，特別好不好？特別的肥，特別的圓。所以我的形象是可愛嗎？不是，你的形象很，我的形象是什麼？很安定，但是你給人有一种一道牆的感覺，不容易觸及你的內心感受，就是需要多聊天才會比較認識你這個人，所以我覺得認識你以後可能會跟第一眼的感覺不一樣，就是看起來可能比較會武裝自己吧，但其實內心可能很柔軟哦，沒有亂選哦，這個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像花，然後很漂亮，跟它的顏色是比較有點偏白的綠色，我覺得是優雅的氣息，就可能會覺得你給我，你昨天看起來超醉了，這樣不行，沒有喝回歸正常。平常的你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有一點從容不迫，然後想要優雅的默默的待在旁邊，先看大家為主的人。OK， 可能我不確定，錯了就算了。我覺得它這個形狀有點像芙蓉，的確，對。然後就芙蓉給人家的意境跟感覺也是偏比較這一種寧靜嗎？跟就是漂亮好看，但不是非常的過於奢華或繁華，可是就是讓人舒服跟視覺喜歡的一個存在。謝謝。對。可是其實因為它還是有點小尖尖的刺嘛，感覺我覺得你有在保護你自己。昨天野餐的時候有聊到說，你蠻需要更多的時間才会去熟識跟了解一個人，所以你的自我保護或者是你的防線應該是有的，只是对外的形象是比較給人舒適跟平易近人的感觉。
哇，謝謝。有中嗎？有中。有中。好诶，希望你喜歡。謝謝。交換，我好喜歡這個哦。請問對於你今天的約會對象瘋狂的跟動物一直玩耍的感想是什麼？我覺得很可愛。有嗎？你有覺得很可愛嗎？我覺得可愛啊。你不會很無聊嗎？因為我是認真很喜歡跟動物一直玩。真的嗎？沒有假，我沒有假，我沒有假，我很認真 enjoy 在你跟動物的互動裡。確定啊！你沒有看我一直，而且我手機有超多你的影片。我知道如果我出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時候，我會非常認真做我想做的事情。有，我發現了。可是有的人眼睛閃着光，有的人會覺得被無聊冷落，不會啊，很無聊。不會，完全不會。太好了，耶 ，happy。因為如果你反而跟我一直在互動，然後冷落動物，那就失去我們來這的意義呀。我們來這就是要給動物玩，我就只有今天這短短的幾分鐘可以跟他們，對啊，就是熱情貼貼。沒錯，我們回去還有宿舍的時間，對，還有吃飯的時間，沒有，你一直被迫認同。沒有啊，下節目之後也是可以繼續聯絡啊，說不定我真的是選你，只是你都不知道。所以我現在會變得最想跟你聊厲害了。对吗？对啊，因為第一天你說就是你感覺有點怕我，那個感覺非常強烈，然後我就其實有下意識在躲避你，因為我不想嚇壞你，因為我不想要嚇壞你。你想要了解我這個人？對啊，然後我想要打破一些成見之類的嘛。OK， 我沒有對你沒有成見啦。哦，好的，你也應該也是一點都藏不了的人吧？有一點。對啊，我也是。我怎樣？我是有很明顯的在回避你的情緒嗎？就可能我第一天緊張啊，對了，然後你就會說啊，都已經過一天，你現在還緊張嗎？之類，就是關心一下。然後我就想說，哦，好喲，是這個人。好啦，因為我相信你不是恐懼，可能只是看不懂啊，對吧？有點，你應該只是看不懂我到底在幹嘛。因為他在第一天的時候就問我是不是很怕他，我說對，就是他是非常有情緒的人。然後我相較之下比較沒有什麼情緒，可能第一天就有感受到我對他的有很多情緒感到很驚訝，因為中間我們其實都沒有什麼單獨聊天，好像是他說他有刻意在回避，因為他怕嚇到我嘛之類的。但到今天就是有比較深入的聊，所以我就是對他有稍微小改觀。我其實也覺得我自己這樣蠻累的，但是我現在就是自己學會去處理跟消化這些東西。我現在就是一直在灌輸我的那個想法，就是這些情緒都是我的能量，這些能量如果拿來能夠做作品的話，我就大富翁。所以我就一直在跟自己放到作品裡面就好，对啊，但是你不要影響到你這個人。可是代表你這一整個人散發出來的東西。對，可是其實有的時候很難控制當下的情緒嘛，像比如說我昨天對 Chris 有情緒。就是其實我不應該在我有情緒的時候就直接找他講，可是我又太急着我想要跟他溝通清楚，然後這種時候就會發生，就是譬如他覺得他被針對，然後那個被質疑的感覺很不舒服。因為我對他有點生氣，是我覺得他怎麼沒有從一而終的選我，可是我後來想想，好像也不是這樣子嘛，他其實心動訊息都是給我的，我只是可能接收到了來自娜娜那邊的壓力，因為我覺得他也蠻大幾率會選擇娜娜的，然後我覺得其實他們兩個應該算是互相喜歡，只是礙於 Chris 他設的月老清單，娜娜年紀真的太小了，所以 Chris 才因為年紀的關係不會選擇娜娜，不然如果娜娜的年紀再更長一點的話， Chris 就是會毫不猶豫的去選擇跟娜娜一起，所以我才會有一些情緒性的發言是對着 Chris。我覺得你自己有情緒其實就是很正常的。情緒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對話，對。但是如果你要抒發給別人的時候，就是要瘋狂的換位思考。對，對吧？你就要瘋狂的想說，如果我現在被同樣的態度對待的話，對，我會怎麼想？對。我覺得對我來說這件事情很困難，我還在學習中。就大概跟 Chris 分享，其實我家裡條件算還不錯，可是因為我覺得我不想要再依賴我家人去支援或者怎幹嘛的，所以我自己要去分配我的金錢，然後現在又是自己工作嘛，所以就会蠻拮據的啦，比如這樣講。就是像 Chris 在那邊200萬，那個真的就是我就覺得臣妾真做不到啊，但是臣妾做不到，偏很現實務實的角度去思考。對，而且他也說他
沒有想要再浪費時間試錯。我覺得我同樣也不想浪費時間試錯，我才會覺得他要找的那個伴侶是我，其實很明確的。但是你還是會想要再試試看嗎？還是你還是會就想要，你很想要認識這個人？我想要認識這個人，然後那你有在求什麼嗎？因為如果你現在很清楚他要找的不是你，那你要繼續認識他，你有什么就是最終想要達到的目標嗎？還是就是認識他很快樂，就這樣？認識他很快樂，就會想要跟他多聊嘛，因為就他有一塊其實是非常向往我的生活的嘛。他一直跟我說他很自卑，就是他在我面前他覺得他很自卑，他沒有，因為他是工作的努力，不是享受工作。对 ，OK， 对，他是工作的努力，不是享受工作是一點，然後可能也包括會看到我跟小哲的對話，然後他覺得我們都可以很自在去談論我們在乎的議題，然後花很多時間去follow我們在乎的事情，可是他真的沒有多餘的余裕去想這件事情。所以其實我心裡面會覺得，我很願意跟他分享我看到的是個世界，然后我觀察到的很多事情。所以可能你的想法是，可能可以由你來彌補他的這一塊的自卑。對，可是我不想要我自己的這種聖母心可能會讓他感到壓迫或是不舒服。因為我前任就是我覺得我好像有這種類似這種聖母心嘛，就會讓我前任覺得很不舒服。對，所以我就覺得我跟他還需要很多很多的溝通。可是可能溝通到最後 ，Chris 也會覺得累死煩死，就是可能會覺得算了，就不要管了。對啊，因為其實昨天 Chris 他就有點這個感覺，他居然對我說就是類似的話，就是說我情緒這麼滿，然後他可能就會覺得那他想要找一個，我不知道他說那是什麼意思，他說他想要找一個條件沒有我好，可是沒什麼情緒的人，就是比較簡單的人比較容易讀懂的。然後 Chris 就有跟我講一個故事，就是他覺得他之前有個對象，然後那個對象是在他工作最炸裂的時候認識的。那個女生就是有一次在他工作壓力又很大的時候，就有問他說可以給我一個擁抱，然後 Chris 就是那個工作壓力累到他連這個都沒有辦法回應。他就說那這樣等我一下好不好？然後那女生可能就很失望，他又過了一陣子，他就跑去問 Chris 說，你應該知道我剛剛是想要暗示你，我想要你抱我吧，這樣子。然後 Chris 就覺得很累，然後我又把我的就是我在车上就跟你说我想你选我，那你怎么没有每次都选我的这个东西跟 Chris 講，然後 Chris 就說天哪，就是他那個 deja vu 就回來了，然後我就覺得壓力有點大，然後我就覺得怎麼辦？我原本是想要更認識這個人的，可是我現在好像就是要把他嚇跑。聽到 Chris 這樣講的時候，我當下當然還是會有點傷心，可是我覺得我也明白，我不應該急着想要把我自己強烈的情感加注在還不確定的人身上，因為無形之中就造成了別人的負擔了。在外面跟他說，我覺得我們就先暫停這樣子。然後 Chris 的反應是，他其實覺得鬆了一口氣，因為我後來問他，心裡聽到還是會覺得有點小難過。本來很開心是找到一個方法是我可以用畫畫去轉化它，可是在面對重要的人的時候，好像依然會變得很怯懦，或是依然沒有辦法很好的坦誠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嘛。因為好像這個時候要再說任何的想法，聽起來在對方的耳裡都像是我想要跟對方吵架，我想要試着去說服對方，可是其實我只是想要讓對方理解我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而已。但是我覺得不強求啦，就是現在就是這樣子了。可是其實我也不想跟他道歉，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我的情緒。只是我覺得我可能昨天晚上講話還是太武斷一點了嘛。就是我說我想要就是先卡掉這段感情線，可是其實我覺得我還是想要再試試看，就是再把我的情緒整合一下，然後再跟他說。發現他知道他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情緒很多，或是比較容易有起伏，就他也接受了這件事情。他現在會把很多放大了的情緒變成他的藝術，變成他的創作，這是一個蠻好的方式。當下就覺得他是有在認真思考應該要怎麼解決
或是處理他的這些情緒的，不是就只是單純的一直像我第一天對他的感受那樣，就是一直讓情緒就是擺在那邊，然後很緊張、很焦慮這樣。那你会不喜歡另一半抽？不喜歡另外一個抽煙嗎？对啊，除非我真的是喜歡他，喜歡到爆炸了，我才会忍受他抽煙。但是我对氣味很敏感，不行，沒有辦法。OK。但是他都說我看起來會抽煙。對，為什麼？你看起来超級會抽煙。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就是很搭，很搭，很搭。你跟烟很搭。我等下跟你分享，我有拍一些香烟的照片。好。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會抽煙，但我所以你是假的放？假的。但我根本就不抽煙。你看起来会打那種什麼唇釘啊，然後鼻環那種，你知道嗎？但是我根本就不抽。那你覺得你最大的反差是什麼？你會撒嬌嗎？我会撒嬌我超喜歡別人撒嬌。真假的？你吃這套哦？超好笑。對啊，我都叫我朋友寶寶。最後是跟朋友，那不是跟情人跟那個朋友撒嬌不一樣。哦，情人應該也是吧？對方撒嬌會融化，會心臟暴擊。不是那種無時無刻啦，就是可能私下2個人的時候吧。可能如果他外面的形象就是很專業還是什麼，可是回家他是另外一個會撒嬌的。對，我就是喜歡會撒嬌。但是你是小孩派，所以你會想有自己的小孩，对吧？很想啊。我記得我后面有提到，他是跟 Chris 出去的時候，對，我說我們有聊到小孩這個話題，然後我有說我如果允許的話我有小孩，但是我不會想要再制造一個新的人，就我不會想要再制造一個新的人類出來。就我覺得世界上人類已經夠了，對，所以我覺得我可以用領養的方式。我也是偏領。对，所以你也是這樣，因為那時候沒提到。因為我也不想要再制造另一個，不是，而且另一半的身體我也不想他去承受。產後很多。對啊，受傷。這是很。光前期那個打那個排卵針什麼，我都覺得已經很痛苦。對啊。而且不一定會成哦。對啊，還花超多錢。有可能會流掉。對，他要花超多錢的。小孩的話，他說他不會想要以生育的方式嘛，我覺得很善意啊。我自己覺得領養的方式是好的，不管動物或小孩，我覺得都是蠻棒的。所以你是覺得你找到一個，可能人生方向什麼，還有三觀那些都很確定的人的另一半的時候，如果他想要小孩，你也可以。哦。會想要有的，因為我有說我家庭的那個狀況嘛，對，然後我覺得我不是傳統家庭觀的人，所以不是因為就是想要有一個家庭，然後什麼這種傳統年齡小孩，對，只是我覺得我想要養育一個生命，對，然後交給他我會的東西，然後用我覺得我很好的愛他這樣子，哇。好喝，完美。没办，应該不會再讓你覺得想回去了吧？不會，我死都要出來，對不對？而且在那邊才算幾天而已。對啊。不知道也說今天是他這幾天以來在這邊是最好，可能也最開心的一天吧，所以真的很替他感到開心，非常，我也很樂意就是跟他約會這樣子，然後我們之間的那個感覺就變得非常舒服了。我上次有問你說，你媽媽也知道你就是交過女朋友嗎？我喜歡女生，哦，她知道，爸爸也知道，講的之前當然會很緊張了。對，那是什麼契機點你會想跟他們講？就是交女朋友。哦，就是他們感覺真的蠻開明，這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接受或不接受，就是你開心、快樂、安全就好。跟女生交往比跟男生交往安全很多。对，他都不用擔心我會不會懷孕啊什麼這種問題，快樂就好了。對。可是我覺得他們本來就是只是希望小孩可以下半輩子有人吧，就是互相照顧吧，幸福就好。沒錯。因為我一開始也有經過那個，沒有被理解什麼，對啊。而且我是
國中也是念基督教學校。Oh my god！ 對啊，我也有受洗，我也是。啊，反正、那你怎么跟 Scarlett 一樣？是啊，是 Scarlett 還是晴晴啊？不是，他们有一个人跟我講，他們有受洗。所以我就很多身份，然後我也覺得，發現自己就是有喜歡女生的時候，就是也有經歷過一段小掙扎期。應該是我國中的時候就有跟某個女生可能很好，可是那時候還不知道那個是喜歡的。對啊。高中、大學的時候吧，就是有看到女情侶的那個 YouTube 外國影片，然後因為一直以來都是要對女生有好感，可是我沒有想說要去迎合那個市場，然後改變我的外貌。對，所以我就一直沒有打算考慮要跟女生在一起。然後後來你才發現可以 PBL。對，大家都會這樣。你前任在交友軟體上認識的嗎？前任是第一個，7年，6年多。哇塞，你只交過那一個？對啊。所以他們都是妹妹類型的。好像剛好都比我小哎。你這妹控就已經破出10大錘了，在這邊了，已經解釋不了了。然後她應該就是個妹控，是個大姐姐的。反正我現在就是要叫她妹控，但是她叫我不要叫她妹控，但她就是妹控。她可能曾經過的交往對象都是比她小一點的，但她不承認。但是她就是妹控，畢竟我也是小她很多。最大的反差。好，我想你也想。但你先講，因為我講的會有點誤導你的，你先講。反差，慢慢想。我覺得你會一直有不斷帶給別人意想不到的那種小驚喜的點，你的行為或舉動，我會蠻認真去想這些事的。是哦，就是那個動作不大，可是好像都會讓那個人印象特別深。我覺得，對，你會製造很多這種驚喜的小時刻。好，我都有感受。我比如說啦，就是這痘痘貼一直是我的痘痘貼嘛，但是我會覺得把這個東西分享給你的話，感覺會是一個小事情，但是又蠻可愛的，對，所以我就會想做這件事情。對，類似的。怎麼樣，講的還可以？但是這好像不是反差。是我的感受。反差。因為娜娜她就是都會用她的一些小心思跟小動作，然後那個動作可能不大，可是會在你心中就是烙印一個記憶點。因為她也都會貼那個痘痘貼啊，然後她那天早上就說還要幫我貼，然後就很可愛，但是就感覺很像專屬我們的小貼紙啊。因為我一下來不是大家都在問，那也是可以她跟我一個互動的方式，再加上早上聊天也很美好，然後她加上這個動作，我那天我記得我蠻開心的。你也可以分享說你很熟，或你另一半眼中的你最大的反差是什麼？跟你自己覺得你最大的反差是什麼？我不知道以我現在這個形象，對，說出我很高冷這件事情，不會有人相信。但是那個是我很外表的我，對。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就沒有必要裝那一些東西。對啊，我覺得我看起來是一個很 chill 的人，就什麼事情都很直接，不會想太多。然後很自在，當然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覺得我自己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或是自己跟我自己的時候，是想得非常縝密的，就想非常非常多，才有辦法做到這麼果斷的事情。對，然後是很沉着、冷靜、理性判斷。就是我外顯出來是很多情緒的。對，這應該是我自己認知上最大的反差。我自己的那一面就比較不會有人看到這樣。因為我對別人的時候就是給很多情緒價值啊，然後帶動跳啊，對，氣氛好這樣，康樂鼓掌。但是我其實是那個財務部長，就是要想很仔細，然後去運用每個預算的這個感覺。我記得你好像有跟我說，你真的很理性嗎？我真的很理性。但你又愛哭？對，但我愛哭。對，其實是認同啊。他覺得他很好懂啊，他情緒都外顯，他也喜歡有話直說。他做的行為就是他真的這麼想，像你看他在選話環節，他也會很直接的這樣 Scarlett 就是選擇啊什麼，我覺得這些都很棒。跟誰他覺得是比較 bro 的，不會發展的，他也會直接講，因為他覺得就是能不要浪費彼此時間想象嗎之類的。所以你應該也很不害怕被別人讀懂你內心真正在想什麼。讀懂很好啊，就很感謝他。有些人的外表外面是一個顏色，裡面是一個顏色。然後你現在我目前看到的，因為對你的認識不多，那目前看到的都是偏藍色、藍灰，沒有一個很
對比的顏色跳出來。对，但对很藝術的形容，我也只會這樣形容。蠻酷的，我喜歡。藍灰色聽起來就很憂鬱，對啊，聽起來很不妙哎。是因為我畫給他的畫是藍色嗎？我也不確定。但是他也沒有講白，就是留給我自己去思考嘛，就是我自己可以詮釋。但我其實蠻想聽他選藍色的原因是什麼。事情都有一種講解開來的感覺，就是他後面之後的心情一定會好多了，就他可以在這邊更自在，想做他想做的事情。可能他最想要做的跟我出去約會這件事情，就是塵埃落定，圓滿結束了。所以那一頓晚餐顯得特別美味。我覺得今天的約會很棒，他應該也覺得我很 keen 啊。我覺得我今天應該有放鬆很多，他應該有看得出來吧？如果他有看得出来，所以我覺得今天的約會很值得。雖然，對，所以你觉得娜娜跟就是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娜娜吸引我的点是那个 vibe， 你就喜歡很 chill 的感覺嗎？還是怎麼樣？對，很 chill 的感覺，而且有種沒有被綁住的感覺。所以知道他年紀之後，我當然就是就是很爽嘛，甚至可以說就是在當下，我就差不多覺得好，月老清單這個人基本上問卷打完了。就有一點冷掉嗎？我不能說冷掉，吸引力在那邊，只是。那我覺得以娜娜現在的狀態，她其實她是很自由的靈魂。你就說還在探索。對，她不是已經知道自己在幹嘛，她知道自己在幹嘛，而且很擅長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可是她對於自己的喜歡或者是想要探索的東西，她還有好多好多想探索，可能還不確定自己喜歡特定哪一個型。對。那我可能會希望這一部分，不管是戀愛的人格，已經是稍微有點成型的樣子。我不是很喜歡那種不確定感。對，他給我的感覺有點不太穩定。所以在我名單上面，就在我清單上面，他很快就差不多就被劃掉了。那你對於李恩什麼看法？李恩哦，雖然說是好像大致上有個結果了，但是我還是想知道。李恩的話，主要是可能情緒的部分。但我喜歡非常敏感的人，也喜歡情緒很飽滿的人。可是我會覺得情緒飽滿跟高敏啊，他能不能同時兼具，就是表現方式是溫和的。我工作上會有壓力，我真的很大很大，大到我沒有辦法回應身邊任何人的時候，就算很簡單的問題，對我來講可能我都可能被觸發什麼，然後就爆炸了。然後他昨天問我的方式，就有點像是我在工作上會被人家問的模式，這會是個常態。或者是如果他的表現其實是會那樣，我就有直接說，就是我其實就會沒有辦法。但他會說他可以調整嗎？還是配合你嗎？這種話，因為我覺得他其實有一點點討好型人格，可是他又是希望大家關注他的人，所以就有一點。我同意他有討好型人格，但是他昨天在跟我講的是，應該是他跟我說他每一次都是選擇我，所以他同樣也希望他可以堅定的被選擇。以及他會直接說，我就是把所有的自己都攤在你面前了，然後也是堅定的選擇你。那接下來就是看你，但我當然也會希望你回應他這樣。對，對他來講，我就是有時候每一天都是不同人，每一天都是不同人，每天不同人，我不知道要怎麼想這件事，他會覺得我不知道我要什麼。就 Chris 在分享他跟之前的人的約會的時候，就是分享的算是蠻細節的嘛。但其實我說實話，我也不知道他說的這些東西是不是100%真的就是這樣。小有耳聞，覺得說他可能蠻喜歡娜娜的嘛，但是一些緣故或是什麼樣的，可能他們覺得不適合。因為他也是很篤定的跟我說，他就是覺得反正娜娜現在也不在名單內，然後李恩也不在名單內，然後艾莉也不在名單內。我就覺得說，連續講這3個人都好像很篤定說不在名單內，可他又說不想要那麼快確定什麼，他覺得可以再多了解看看，說不定會有沒有了解到的部分。但我覺得以他說他自己也是蠻了解自己的話，應該不會發生這個情況。所以我不太懂說他前面都那麼篤定，後面又給我加這一句，我會覺得有點矛盾。差不多該輪到你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对小鹿，我是覺得，其實我那時候原本就是在房間裡面，那時候第一天嘛，那時候原本想要跟你認識一下，就拉近一下關係之類的，但是那時候小鹿就有一直進來，但那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說他可能就是有興趣嗎，還是什麼的。對，因為那時候他好像也跟娜娜睡這樣子，對。我那時候沒有覺得怎麼樣，但他那時候進來3次的時候，我就覺得有點什麼意思？因為我們可能還在緊張、有點尷尬的氣氛，然後他又一直進來，然後就覺得被打斷。那我第一次住宿舍，我从来没有住過宿舍，感覺得出來，發現麻煩了吧？為什麼緊張？因為他睡不着，乾脆就起來聊天。太吵了。沒有，其實也不是太吵，我覺得是我自己那个，好，有一点，我覺得腰好像怪怪，好像月經快來，可是還沒來。對，吃止痛藥會好一點。我現在應該是還好，只是初期會這樣。你腰現在會痛是不是？沒有，是一陣一陣的。那你覺得用這個擦這個肌肉痠痛的藥膏會有用嗎？應該是還好。就是還在聽我啦。我先幫你放床頭櫃，你要再拿，沒有的話我就免拿走，反正我明天會再進來。因為這個韓國的也聽說很有用。你先放着，反正不會用我就免拿走。就是那個睡覺。那你休息。再來睏安，安。然後結果沒辦法，好像就是這樣。但好像大家都習慣自己睡。對啊，發現。就是從節目角度可能。我剛才想說是哪個特別嘉賓？對啊，去那邊。哦，來，你是拿東西什麼？睡不着。睡不着，因為大家開來開去。其實也不是，我覺得是可能是我自己睡眠問題。可是你要睡啊？不行，我不能換床位。我覺得是我自己的問題啊。我本來平常就已經有點睡完了，還是BBQ 了哦。哎，这冷氣太冷了，那你不要趁现在拿两个。什麼直男回答？那你就熱敷眼罩戴上去就。你說冷氣太冷，那多喝熱水這樣。就是多喝熱水。生理前多休息，多喝熱水。好啊，走啊，繼續喝熱水。我現在就是要去喝熱水。你們偷偷都在廁所做什麼？啊，新同學嘞？新同學呢？新同學嘞？在喝茶了。哦，睡不着。但是我是对他是完全沒有感覺。因為他那時候不是硬要嘟給我那個他的藥嘛，然後當下是覺得很不好意思，我沒有想要收，因為我已經很明確的拒絕說真的沒關係，然後但是他還是又硬嘟給我，然後我就那時候就覺得說他是不是就是常常會忘記自己是最，就是其實他自己也很重要，但好像會忽略自己的感受還是什麼的，當下有一點那麼0點幾秒有點心疼他嘛。然後後來早上的時候，我那時候剛洗完澡的時候，他也有來幫我拖地，他有幫我拖地，可是這個東西是拍不到，因為就是在廁所裡面。我在現場，他就來幫我拖地的時候，我也是說哦，其實你真的不用做，因為那是我應該要做的。其實我很喜歡人家幫我做這些事情啊，我就嘴硬啊，沒有，我就喜歡被人家的愛所感動，好不好 ？OK， 對，然後就當下就是也是有一點覺得說，就是會心疼他，就覺得說真的不用這樣做，因為我們其實也才根本沒有認識多久。你幹嘛平白無故對一個陌生人那麼好，或是怎麼樣？就是你付出那麼多，如果像我真的如果回應不了因為我就很直接嘛。然後那時候早上他又來跟我聊天，他就突然投了一個球嘛，他就說他第一次跟人家一起化妝還是什麼的。然後我當下就有一點意識到說，可能有一點想要認識嘛這樣子。然後再後來就好像就是下樓了吧，然後那時候在廚房。那時候才真的感覺到他好像有喜歡的感覺嗎？我是覺得小鹿長得乾乾淨淨的，對啊，然後也是不錯的女生，只是沒有想過她會那麼主動。
就還沒等到我想要認識他，他就已經先來慢慢釋出好感了。然後後面就更確定了，但更確定完之後，其實做的某些行為，因为我就很吃這一套，我很吃人家幫我就是拿東西呀、啊，就是做一些很僕人會做的事情。竟然不要情侶。那我當然是嘴巴上面說真的沒關係啦，我這樣很不好意思，但是還是心裡就是會覺得說，他還是就是硬要做的話，我就會覺得很棒哦，好，就很重，對，所以就會有一點喜歡嗎？他因為他不會覺得因為這樣子感到壓力或者覺得很煩，就是這符合我一個擇偶的條件，對，我不想要別人就是做東西還不情願、不甘願、不耐煩，那你覺得那個時候你講對小鹿有好感的時候，他有什麼反應？他應該覺得蠻搞笑的吧，因為他對小鹿的套路覺得說很搞笑嘛，他就覺得說廉價的愛哦，原來是這個，我會比較容易被感動，然後就會喜歡上人家之類的。他的表情有點難解讀，他表情一直都是這樣，就是這樣子，然後也好像沒有睜開的感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在意這樣。小鹿其實是個非常貼心的人哦。首先會打動佑的類型是會對他很主動的人，那對他很主動之外，能夠很主動的去幫他減輕生活的一些很簡單的小負擔，比方說提個行李啊。我心裡想的是，哇，小鹿這麼貼心，而且對他這種很喜歡讓人感覺到舒服跟自在的人來講，這對小鹿來講，這件事情就是易如反掌。那你自己會想要這樣子照顧他嗎？這個我要思考一下，因為就這些舉動在我眼裡其實並不是很難做的一件事，任何人都能做的事，就代表取代性也蠻高的。如果10個人都對他這樣，他是要一直喜歡10個嗎？但我覺得小鹿這個是有點像是我被動，然後他主動來積極之後，我對他產生了好感，跟喜歡。然後跟你的話，覺得就是不一樣，我覺得就是不一樣。就可能一開始還是會比較想要先認識自己，是一個想要認識的首選。所以我對小鹿現在目前就是有好感，算是蠻喜歡的。但是沒有到說真的想要在一起這樣，或者是真的覺得哎，我非常確定就是他，我不想要再看別人。因為我是很確定的時候，我覺得立刻不想要再浪費時間在其他人身上。因為他對你有興趣這件事其實蠻明顯的，其實從很早開始他應該就有在慢慢釋放，就是釋放這些訊息，只是旁觀者沒那麼在意，就會覺得，因為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對，他就是這樣的人，他本來就是會有點讓人心疼的人，所以當他這樣的時候，我只會覺得，哎，就是多照顧一點自己啦，不要這樣啦。聽完你的視角，我會發現，哇，我有些東西是只有2個人，就是2個人之間才會知道。對小鹿的喜歡有點像是那種我們頻率很合拍的那種喜歡，就在一起就很快樂這樣。但跟 Chris 更多的是那種緊張嘛，因為他更貼近我理想型，所以就會覺得更緊張。可是那個緊張我也說不上來，我以前會心動的那種緊張，好像更有化學反應，但跟他就是有點卡在模糊地帶。九旭是。怎麼了？你這麼笑了？驚喜要給你驚喜嗎？什麼驚喜？你要知道嗎？我要知道。好，你閉眼睛。我閉眼睛了。好，你可以睜開眼睛了。哇，是給我的嗎？对，給你的。好可愛，你怎麼知道？是不是？你怎麼知道我想要這個？我讀到你的心了，還有一個髮夾的哦。超可愛！你怎麼人這麼好？好驚喜！我剛剛都沒有發現這東西你藏在哪裡，我都不知道你藏在哪。我的衣服裡。天哪，我太感動了！我一闪，我要哭出來了！等一下，来，都給你。好吃啊，好吃啊！我的啊，太吃了！有滿意嗎？很情緒價值，給好給滿。超可愛，可愛！我是真的覺得很可愛。对啊，那个。很喜歡，超喜歡，回去炫耀。好，我有一只狐狸，你有嗎？你有小狐狸嗎？它有假髮夾，羨不羨慕？羨不羨慕？羨不羨慕？我不羨慕。沒有，我覺得我回去我不敢。
其實，在禮品區的時候，我一開始就有覺得，哇，這隻狐狸好可愛哦。玩一玩，玩一玩，然後離開之前，我就有點就是說啊，真的好想要買哦，但不知道買了要做什麼。要爸就說，那我買給你啊。我就哦，真的嗎？因為我們可能前面有很多那種講幹話的時間，可是他最後真的就說他覺得 OK 啊，他就買。我就覺得哇，很開心，狐狸的紀念品，我就覺得超級讚，就是超級喜歡。我就說我要拿回去炫耀，約會對象買給我的禮物，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sweet 的事情。它正面真的蛮粗的，跟一般認知的那個拉面是不一樣的。耶，这樣我就45度吃到唐揚咖喱飯，香哦。如何？好吃？你要吃嗎？等一下，你先吃。我今天吃了这个唐揚雞，如何？好吃吗？也不錯。我還蠻想知道是誰來搶的欸。你猜啊？你猜是誰啊？他心中合理懷疑的人選是小哲。為什麼你會覺得是小哲？一種感覺。什麼感覺？比較合拍。你覺得是小哲啊？我覺得是小哲。我不告訴你啊。別這樣。公布嗎？不要。不然還有誰？我想看。那我猜對嗎？那不就公布了嗎？對，公布一下。這個也不公布，那也不公布哦，都秘密。那如果是小哲會怎樣嗎？不哦。那不是小哲會怎樣嗎？啊，對嘛，那就沒關係了嘛。怎樣？想到問我什麼？你也有準備問題哦？你有準備問題是不是？我來看看，什麼慢慢帶點曖昧，不要念出來啦，微撩，不要念出來，留一點面子給我，進一步，這個知道啦。居然有人用 ChatGPT 來問問題，我來幫你檢查一下，這個吧。問這個，你自己選啊，你自己想。你還問了 GPT， 你問了 GPT 還問我，我怕你不想回答，你會不想回答？就是這兩個會不會讓你覺得有什麼負擔，不想回答？因為不想回答不跳過。我怕我回答不好玩。哦 ，OK。我自己是想要問自己啊，我覺得自己比較可愛。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然後結果等一下冷不防的問你剛剛的問題。沒事，你先問吧，你先問。我可以回答，好。你先問，你想問什麼？如果你現在有3天假，你會怎麼安排？可是我現在不止3天假。哎呦，假設你只有3天，不要告訴我你要宅在家，這個選項沒有。不會啊，我會出去玩啊。我知道，我能出去玩就會出去玩。對，如果是提前知道的話，我就有可能會安排就是小旅行。對。那你現在最想去哪邊旅行？你現在有錢有時間，天氣又超好。如果是有錢有時間，天氣又超好，又沒有預算考量的話，我可能會出國。當然啦，那對啊，比如說哪一個國家，然後想去哪裡啊？看哪些東西啊？為什麼？香港、韓國跟日本都蠻適合的。就是如果以3天可以快速抵達，就是吃喝喝玩一玩，然後趕快回來的話，這3個地方可能是相對方便跟快速的。我們今天在家裡，其實一下來之後，我們就決定大家要一起出去吃晚飯。然後我就想說，要不然就是大家也沒有想要特別早，我就隨便這樣滑，然後找一點家常菜，然後開車離民宿只要13分鐘，然後我們就帶他弄一弄，集合一起出發。就是他們就是超級開心，他們覺得這間餐廳很好吃，而且我們去的時候，它就是真的很像一個平房，而且我們點的菜就是大家全部都吃光光，然後大家就覺得真的很幸福，然後就一直說謝謝我去找，然後謝謝我去跟老闆娘互動什麼的。我在照顧大家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是我超樂意做的事情，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那其實剛剛那樣跟你聊，我覺得還蠻開心。當然不好，開心就好。哎呦。我沒有，我要先說我沒有覺得你很笨，我只是覺得你可能，我是沒有覺得。我知道我沒有感受到你覺得我很笨，我只是覺得就是不同頻的。可是我現在也覺得說，那是不是其實就是應該要找不同頻的人，因為相處起來就比較不會有這麼多情緒的波動啊。沒有情緒波動會不會就也是沒有波動？可是對我來說，好像只要有肉欲就好了。歪掉，來，肉，不是
覺得有沒有火花這件事情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就是对我來說，生活上一些事情，一些幽微的體貼，都是你只要懂对方在为你付出就好了。你只要懂对方，那其實是他的愛的語言就好了。你還在摸索到底要跟同樣的，我想要找情緒的穩定，因為我情緒太大。我覺得我沒有覺得 Chris 不穩，我覺得他只是太累了，所以他有那個情緒。對，應該說他很穩，只是他同時也有很多事情要思考。對，他不會有太多情緒，只是他的大腦被思考霸占。哎，你很棒，多姿，很棒。但是我也是真的是蠻可愛的女生。我昨天跟她聊超级爆多，就是好像我们明明就没有去約會，但是好像就是聊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嘛。我跟她是資訊站，什麼人設什麼的就都很沒有必要，就覺得她蠻可愛的。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雖然說她有時候比較就是會一直這樣很小聲講，就是好像每天都很多八卦跟秘密要講。這樣子怕人家聽到，可是我覺得很可愛，就是個性之一啊。她很可愛，但她就高高瘦瘦那種漂亮女生，也是啊，就高高瘦瘦扁扁的，扁扁好像聽起來一點都不像誇讚呢。我聽人家說我扁扁，我會想說三小一根，一根肉而已，对，也算是一根，对。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他應該也會蠻想跟你出去的。對啊，他有跟我講，他說他那時候要不是因為我也拿那個牌的話，他應該會找我出去。就是我們待在一起是那種很舒服的狀態，然後偶爾就是搭個一兩句話，好像認識很久，而且也比較真誠。我比較喜歡，就是不喜歡在鏡頭前面在那邊演一些有的沒的人。就是到底誰在乎鏡頭拍不拍啦？你怎麼樣就怎麼樣啊？你幹嘛因為鏡頭改變你自己，或者是你幹嘛因為鏡頭講一些話啊？你想講就講，不要講就不要講。你本來跟你怎麼樣就怎麼樣，有人就會因為鏡頭而改變。我覺得有一點看不懂這種行為是什麼。想說你是明星嗎？你現在是明星要出道了嗎？什麼人設什麼的就都很沒有必要。應該說我們的節目裡面的成員有太多，就是我覺得年紀是有，但是不夠成熟的人。誰？我覺得很多。這樣看啊，你講。我覺得很多。倒是說看啊。我覺得李恩他其實。他的想法是成熟的，可是他的表達是不夠成熟的。應該要言行一致。對，他就說：“我真的沒辦法忍受他就這樣子，就很情緒性的字眼。我覺得可以，可是，在還沒有那麼熟到，比如說我們又不是什麼關係的時候，我不想要接受這些。對，我會覺得說你幹嘛給我那麼多的情緒？你難道不能自己消化嗎？你都那麼大的人了。對，所以我們昨天爭執的也有一個點在這，就是我會有一種。你現在是想要我每一次都寫給你是嗎？的感覺，可是我可能不這樣想的。我不知道啊，如果可能是我的話，我就會說哦，我也會一直選擇你，反正你選不選擇我就看你嘍，這樣之類的。就是你可以委婉一點說，大家就不會感覺到那麼強烈的壓力啊。對啊。哦，對，我覺得 Elva 也不是很成熟。他到底幾歲啊？他感覺比我們長蠻多的。對，他感覺比那個誰，比恩還要年紀還要大。可是他真的有一些行為，我真的，就他每次鏡頭前或鏡頭後，他就會喜歡在那邊演一些有的沒，我超討厭你在那邊演。就這是我超大的雷點。我覺得到底是三小，就是這種是不有趣的話。對，我就覺得很有趣，你幹嘛？因為又不是幽默，然後就是覺得說很惡很油的感覺，好下頭。有沒有可能就是頻率不對？可是我也是蠻常跟他聊天，我覺得有時候跟他聊天很開心啊，就是他真的很做自己，開開心心的聊天的時候，我很開心。但是他在鏡頭前面說我一定要演哪一條線，或者是我就是沒有要怎麼樣，然後就故意在鏡頭前面講一些很油或是撩人的話，我就會覺得好矯情哦，很做。很討厭這種人，我就覺得很想罵個兩句，我就會故意跟他說：“你就海後一天到晚在那邊放線，你這樣很扣分。”用這樣的方式提醒他，但是我不可能直接說你真的很那個矯情什麼的。對啊，如果是我朋友熟一點的，我一定會說：“你再給我這樣試試看。”我覺得受不了。我覺得我可以理解他在講什麼，因為 Elva 的
個人的表現形式就是這樣。可是我在猜，有可能是因為年紀的關係，好，不論是年紀還是個人，對。但 Alpha 是那樣的人，他的表現形式會稍微戲劇化一點。他的戲劇化是指自己把自己當成主角的戏劇化，所以可能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夠接受。但我理解这是他表達自己的方式，跟拉近距離的方式。我就不喜歡嘩眾取寵的，就是他好像很想紅，好像想要靠這波流量紅或是什麼的，感覺，因為他可能覺得第一季拍得很好，那第二季如果有流量的話，他想要靠着這個東西。那也許他不是這樣的想法，他之前就跟我說，哦，他有調查過啦。那你有調查過的意思，不就是你其實曾經有這樣想過的想法嗎？你有調查過說你這一次流量就是漲粉個頂多幾千，他也這樣跟我講。那你這麼數據化的分析，就代表你肯定做了不少功課了。哦，他是真的有想紅啊，所以我就覺得他肯定應該是有想過這個部分，不然不會說這樣以這樣的方式說出來。所以我就覺得，我不喜歡他就是硬要表現自己的樣子，就是他看到鏡頭就會開始很積極的表現，或是怎麼樣，我很討厭那種行為。就是說你就做你自己就好啦，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是結束節目之後，我也不會跟他聯絡，因為我不喜歡這種人，我不想要有這種人出現在我的生活圈裡面。現在慢慢長大，就是會把一些可能以前真的覺得想要或會就是會忍受的对象，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朋友，或者是不管是怎麼樣，他可能以前很舒服，現在不舒服，我一定會把他一律全部刪除。就是我不想要再接收到任何的負面情緒或什麼的，太過的就沒有辦法。我雖然覺得自己是個高敏人，但對於人家的目的性的這種臆測呢，我自己其實敏感度沒那麼高。其實好，我可以理解大家的角度看可能是那樣，可是從我的角度看，其實我覺得小鹿效果有時候做的蠻好笑的而且我們這一季其實也是需要像他這樣的角色，因為大部分人都偏安靜。我覺得他要是做他平常的自己，其實我就很喜歡他了。他不用特別去表現什麼，或者是故意去帶什麼氣氛，不管他是想說要幫忙大家也好，還是什麼的，我就覺得沒有必要做這樣子。太喜歡被大家關注吧，或者是控場一下這樣子。我就希望我的伴侶就是該出聲的時候出聲，然後比較會看狀況的時候。對對对。進入約會，整體結果是加分的。你覺得有到讓你蠻確定接下來是想要選擇他？我覺得我會觀察一下小鹿的動作，跟他對小鹿的反應，因為他也不是主動人，我也不是主動人，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最主動的人会有辦法，就是跟那些不主动的人比較容易有交集。所以如果說我感覺到他們的親密程度一直維持在比較高檔的這個頻率的話，那我不會介入。這場約會我覺得是有小加分，但是我還是覺得需要思考一下的那一種。我覺得總體來說是好的，但是有可能某一些時候，我覺得到底是我緊張了呢，還是頻率不對，我搞不太清楚。我們會突然空白好幾秒，但那好幾秒我就是不知道說這是頻率不對，還是現在是緊張的尷尬嗎？就好像我現在好像硬要擠出什麼東西來問他，因為那個感覺我覺得不是自在的。可能 Chris 眼睛一直都沒有打開，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習慣，到底有沒有化學反應，我也不知道這樣。因為他的表情都一樣啊，都面無表情，不要這樣子耍酷，不一點都不酷。對啊。那我好奇，你覺得我跟你到目前的約會跟小鹿的約會感覺哪裡不一樣？不然你先講，跟我約會是什麼感覺好了。就有一種結婚的感覺啊，就是很舒服自然啊，感覺我們認識超久的。為什么？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感覺這種東西很難說哎、它就是一個你給人的感覺，我給你的感覺，對，很穩定，不會有什麼太意料之外的奇怪舉動。所以我今天都沒有意料之外的感覺嗎？我沒有驚喜感，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沒有驚喜感的女人了嗎？不是，有驚喜感，但是那種驚喜感不會讓對方突然覺得哈哦的那種。哈哦是什麼？就是會宕機啊，就想不透你為什麼會有那個舉動。你的那個驚喜感是可預期的驚喜感。我覺得穩定這個特質是一個優點，也可以是一個缺點。它很穩定，所以在之前我們的環節，我有說他們不是說什麼打炮、戀愛跟結婚，我選擇久序結婚，
但是就不會想跟他戀愛，就是少了一種火花，少了一種心動的感覺。那你跟小鹿是什麼感覺啊？出去的時候，小鹿哦，他就是常常在意料之外啊。比如說我们这樣正常談話好了，是谈一談，他可能就會跳一個奇怪的話題，沒有辦法那麼快跟上，或者是他可能做個什麼奇怪的舉動，我就覺得哦好哦，會蠻驚喜的。驚喜，對，所以他適合談戀愛的那種。哦 ，OK， 你覺得你喜歡戀愛是有驚喜感？對，就是捉摸不定感。會讓人心跳加速。那我這樣好像不用問下一題。我原本想問你說，所以你跟誰出去比較有戀愛感？顯然是小鹿。是的。女人的世界好難懂。是的。在這邊的，前3名有誰？你可以不用告訴我排序。啊，那你先告訴我你有誰？不行，我問你的来不及。你也可以不要分享。如果你不想講的話，我走一個隨意的態度。好，我們讓這題保持秘密，沒有問題。那你想分享給我嗎？我也一起跟你保持秘密。啊，我們就一起做個有神秘感。OK， 讓觀眾去猜。可以，沒有問題。支持。那我覺得你可能知道我的前3名是誰。真的嗎？還是我偷偷打出來給你，然後看你的表情給觀眾看就好了。這樣有沒有回去？好像可以，可以。要看了嗎？噔。那我覺得你大概猜得到。如果我真的還是猜不到，不可能。真的嗎？對，但是你要克制好表情，不要讓觀众太明顯。我不是要讓你可以演吶。哦，好。这點有嚇到是不是？還是還好？這個還好。真的假的？但我意外的是，OK， 我真的沒有發現，我就說我很不會看吧。你目前對佑跟對九旭的情感分別是怎樣的不同？好，我告訴你全部好了。好，很有興趣。期待。好，我的確以顏值來說，這一季裡面我目前喜歡的就是小鹿的顏值，我超吃小鹿的顏值，還有佑。我對小鹿算是比較熟，然後他的確有些行為非常可愛，會讓我暫時有覺得OK， 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但是沒有可能。然後佑，我跟他算是聊很多，但是也沒有真的出去約會過，所以我會想約約看他。那你要告訴我你的嗎？我沒有要告訴你，你可以打出來。沒有要告訴你。我覺得你做到公布，那你至少告訴我要來跟我搶的人是誰？我公布了這一題耶！啊，我讓你選擇要不要公布啊？哇塞，這麼會玩哦，這麼會玩。那約會呢？約會誰要來搶？誰要來搶？偷偷。什麼告訴你？今天整體跟九旭約會的感覺，我覺得輕鬆愉快，但是好像少了一點心動的感覺。我覺得少了心動感覺的原因是雙方的吧，雙方都會把對方歸類於好聊天的 friend zone， 就是你如果喜歡一個人，你就會感覺到就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情愫，有一點不一樣的火花，可是我們在彼此身上都沒有找到這個點。可能是一種感覺，不一定是什麼特質會吸引你，但是就是說不上來，就是一種 feel。就沒有必要做到那麼殘忍，但是就覺得是，所以讓你選擇是一件殘忍的事情嗎？也不是，太多選擇都很難選，我都要，我根本沒有什麼太多選擇，因為我很明確。太多選擇，就覺得不行，不想要這樣子做這件事情，不想做這個行為。哎呀，我們都已經做了2-3天，是沒錯，但是要一直重複做，我還是不太喜歡這樣做啊。誰在日常生活中會這樣子，一直這樣子？在日常生活中應該不是，會拒絕，我不會一直重複拒絕，重複拒絕很靠北，幹。我也沒有重複拒絕好嗎？不是那個人要不要放棄的問題啊，不是這種愛就靠三系的問題啊。對，我只是看你要不要衝到底啊。哎，笑死了。他先幫我按摩一下腳。可以啊，真的很酸嗎？很酸。你又不是去忍者工廠那一組。對，我不是去忍者工廠。
但是感覺今天講話的時候用到小腿，一直在下面這樣摳着，我原本是緊張的感覺啊，现在是緊張的感覺了吧？翻屁哦，應該沒走什麼路啊？我就很容易累的人啊，我跟腱很短，不適合走路。裡面是髒的啊？那個？对啊，我是髒的。不用翻就很髒啊，你是知道的吧？我知道。现在還好啦，我觉得我是覺得這樣。真的嗎？我覺得髒的成分你可能想象不到。這亂還是髒啊？亂啊！那髒不髒？很亂。我想一下，可是我喜歡就是上廁所的時候，門是開的，這還好。我喜歡尿尿大便門都是開的，然後叫你要陪我進去裡面大號這樣。這還好哎，這樣還好嗎？可是我屎很臭哎。啊！我就積好幾天了。我在那個房間去幹。你在那個沒必要那個通風的，你知道嗎？越吸越多，然後又吸不到空氣，越吸越多，越想吸。愛一個人就是要聞得徹底。這是你愛一個人做優品，愛一個人就聞得徹底。我會是這個姿勢。好，別動。1、2、3走。原來工具人。靠背。1、2、3工具人。这工具人走别。公务员动作1、2、3扬去了，不要這樣，給我比出來。不要，不要做那種不雅觀動作。這樣有胸針嗎？這樣有胸針嗎？有慢一點，慢一點哦。好難看。好，你繼續講。我去有在幹嘛？有。那些東西就是對小鹿來講易如反掌，但對我來說，可能我不是不行，只是我現在的樣子比較不是那樣的。那所以他就是會比較有可能會被牽走，可是我覺得他今天一定有被你的內心、你的大腦、你的 whatever 吸引到，所以對你的那個情感基礎也已經比較深了。在這之前我們其實完全沒有聊過。我知道啊，他跟小鹿今天有聊，今天下午有聊。他跟小鹿從他來的第一天，小鹿就常常在找他，就又不是只是現在。但我覺得小鹿還是會繼續主動。他就很明顯，他今天就說他覺得一定不會，就是他觉得一定不会被接受，一定會被拒絕，可是他還是想要讓他知道這個，就他有這個心意。別人今天有問我那個，我覺得你對他是什麼感覺？但我說我不知道。他真的很在，我覺得他蠻在乎我們兩個。我跟他說我知道 Chris 吧，反正就是你對他沒有要發展。对，他很執着於這件事。李恩他虽然他是非常好的人嘛，不過他很喜歡分析東西，對不對？可是很多時候我覺得他切入的角度以及分析的方向其實是錯的，可是他會堅持那個方向，对。但我不知道怎麼去說服他，而且我也沒有力氣或有意願去說服，因為我會覺得他比較難去改變他已經有對他的想法很難改變，固有的想法。对。那這件事情如果他不要說他猜想我對你是怎麼想的，他其實已經有一個想法，所以我怎麼跟他講他都不信。那我盡力啊，我跟你講過，我跟你講過，我都已經跟大家講，就是不會發展的。你不信，那你為什麼要質疑我的決定，或者是質疑我的動機？就是他今天跟我聊最多的就是在講，就是情緒很多的人也是要該找，就是也是 F 人，還是應該要找一個情緒超穩定的人。然後我就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問他說，那你身邊認識情緒很多的人，他們的伴侶都是什麼樣子？然後他就說，他們伴侶都是那種都是很穩的人。他說他知道你情緒是超穩定的，但是你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忙，所以你的大腦都是在 process 你工作上的東西或者其他東西，所以你就算情緒很穩定，也不代表你大腦有空閒去 process 他的情緒。你講的沒有錯，他講的也沒有錯，可是就是會變成，為什麼會有人說去 process 另外一個人情緒這件事情？這件事怎麼會可以時常發生？時常發生，時常成立。对，但就是他自己也說，他也很想要改掉自己，但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像我一樣没有什麼情緒。然後我就說，那我也是沒有這個困擾過程，我可以這樣理解。我覺得裡面有，我覺得你會，你會選他嗎？第9天？我覺得你到时候會不會選他？對啊，我覺得觀察一下他自己跟小鹿。所以才这一條線，另外這條線，這是一條虛線，這條有可能有一條線。我覺得有可能，那就是我分享一下。不過我的確覺得他是可以好好認識的，對，好好認識，有感覺。今天其實聊下來其實蠻好的。哇塞！而且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因為他畢竟就是一個很不喜歡主動的人，所以我們今天不在同個房間嘛，然後我們不是讓他出去約會嘛，然後我就問他說，那如果你出去約會的話，你要選誰？他就很快的就說他，就直接指他。我覺得，就是他是一個很直觀，然後很快的表達好感。然後我覺得以他之前跟我描述的他的行為，好像這件事情已經是对他來說是蠻大的触动。那你們互换什麼？对的。我问他年紀，因为那看不出来。他把他自己講得很老，他一直跟我聊天的時候一直把他自己講得很老，然後害我覺得很害怕。我想說這是什麼美魔女啊，很可怕。他會有居住地？哦，你們用力量去。廣告時間。如果你可以自己進去戀愛女子宿舍，你會最想要玩哪一個環節啊？我全部都想玩欸。現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嗎？現在我們在辦3天2夜的線下活動，節目裡的環節都可以親自體驗哦。那去了之後會有哪些活動啊？像是羊駝與暴龍、心動拍賣會和真心話大冒險，而且線下活動沒有攝影機，不會有被拍攝的壓力。這真的很棒欸，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櫃的壓力。對啊，在藍狐盟的社群平台發布日期後的1週內報名，還可以有9折優惠哦。報名鏈接可以在置頂留言找到。這樣子就現省1180了耶，趕快找我們一起玩。殘酷的時間又再次到了，現在請大家公布職業。這是有趣環節還是殘酷時間？也太早了吧，我以為是最後一天之類的。這麼快就要揭露了嗎？但我蠻想知道大家是什麼職業的。3個東西可以先知道一個的感覺。好，那我先好，我就是動態攝影加剪輯師。然後你要剪是不是？我懂你為什麼要做攝影了。對。好帥！我的標，很帥。有帥嗎？他也是忍者哦。動態攝影的跟剪輯的內容是哪一種項目？就企業形象影片，然後也有活動記錄啊，婚禮也都拍過，然後專訪，大概這幾項比較很有魅力。懂了吧？是我平常給的感覺溫溫的，就是你不會想到它會是這種類型，不然剪什麼東西感覺都需要一些利索度，但是所以很像樹懶，跟他這個人有點反差，而且他在講他的工作的時候，其實看起來是非常自信的樣子，很帥。我好想知道 Elva 的啊，我也想知道 Elva 的，他的一定是很有礦的那種，無業遊民啊，無業遊民啊。不要騙人，我已經財富自由嗎？我已經問過你職業了。哦，全職炒股，全職炒股仔，你們交流一下，交流一下，所以我們有在交流啊。对啊，感覺是超酷的不用打卡上班每天就是看股票所以我覺得這樣超厲害。而且他之前給我的形象，我完全聯想不到他是做全職炒股這件事。之前有做過其他的工作？有啊，當然有啊，肯定有啊。延伸好嗎？我做過 bartender， 哇，我賣過機械車位，然後還在食品公司當過 PM， 當過業務，當過 PM， 然後 bartender， 在貿易公司當過業助。沒了吧？好有魅力，什麼？謝謝。我想知道柚的，我就現在在做房地產業務，對，但是我就現在就自由了，不會特別去公司，但是就是如果有案子我就趴給同事這樣。哦，因為想要自由一點，不想工作了，想躺平。我一直以為他是無業遊民。對不起，對不起，因為他給人的第一眼印象就是精緻女孩，然後他又無意間透露說他才從哪裡回來，然後下個月要去沖繩旅遊，然後再來又有什麼旅行安排。我想說這位小姐要麼家裡有礦，要麼無業遊民，所以我那時候開玩笑我說哦，你家是不是有星空頂，然後你家是不是太大啦之類的。對，所以他今天公布他的那個職業，我有意外到。那你之前做過什麼工作呢？從國中開始，靠北啊，誰在乎啊？我們誰在乎啊？沒有，我在做這個房地產之前在澳洲，然後在澳洲那邊做那個意大利餐廳的外場，對，然後在更之前是做會計，
對，我在內湖科學園上班，就這樣。然後還有美甲師啊，美甲就是單純的興趣。我對佑的想法其實每天因为很驚奇嘛，他真的是一個蠻反差萌的人，從第一天到現在都不一樣。第一眼是我覺得她是一個精緻女孩，我會覺得她不會去想太多事情的人，知道這個人聰明，但可能不會想得那麼深。可是他講了一些他對愛情觀的看法，我又被震驚了。後來他在跟我分析一些人生觀，然後我才想說，哦，原來這個人是三觀很正確的人，就是不像是他外表給人的印象這麼的比較膚淺這樣子，所以是好的，蠻有想法的人，很知道自己要什麼。啊，對，我想知道你的，為什麼一定要在你後面呢？沒有，我就想知道，我突然想到。哦，好，我有2個工作，一個是藝術跟商業接案，那感覺講這樣你們會聽不懂，可是我給他們留問題在後面，好了。你會講清楚一點啊？你看知道，非常知道，偏不好，非常知道。高中跟大學就是讀相關的科系，然後大學就是主修導演，所以有策劃過展覽啊，或者是導演過舞台劇，執行制作。講具體一點的話，可能就是你們比較聽過，可能就是台北電影節，或者是白晝之夜。真假的？他在白晝之夜做過。台北藝術節節，或是之類的那種演出節目。然後比較商業一點的話，可能就是辦記者會，或是跟一些政府官員喝喝酒啦，沒有，就是跟政府官員舉辦一些政府舉辦的演出活動。天哪！然後有時候會幫一些店家寫企劃。天哪！生氣的時候就要說企劃，這樣。好全才哦！這我是完全看不出來，可是我覺得他的行為有，就是可能大家在拍照還是什麼時候，我就會發現他都會第一個跳出來一直指揮啊，然後每個人要怎麼做，他就會很緊張、很謹慎，大家都要弄得好好的，不要有任何疏失什麼。這一塊確實蠻像，就是劇組或者是場控。小鹿就是能解釋為什麼他這麼的 PD 感，這麼的敬業，這麼的自然而然做那些事情，也會有一種崇拜他的眼神會冒出來。那另外一個工作也是不動產哦，对。聽到小鹿工作的時候，其實也是對他算蠻加分的。對，可是我會比較沒有那麼希望另外一半跟我的工作是同一個性質的。其實我會覺得有時候業務不夠真誠，對，我就沒有很喜歡人家跟我同一個職業。對，因為大部分的業務都會可能有時候會被環境所改變啊，或什麼的。我想知道酒序的。我現在是無業遊民。哇，問到一個是沒有這個，又不是什麼東西。對，聽到無業遊民的時候嚇到，就是沒有想到酒序是無業遊民。離職之前的工作是做平面設計，但是不是那種藝術型的，是電商公司的平面設計。對，那在前面其實是做行銷跟活動企劃執行。為什麼會決定做這個？決定做哪個？無業遊民嗎？無業遊民，小躺平啊！前一份，這有什麼好決定做無業遊民？對，我本來就是平面設計系，可是我就是那種標準小時候不想念設計，然後長大被打臉去念了設計，然後念了畫畫。没有，那沒有關聯，因為我的設計跟那個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是完全沒有美術背景的設計系，然後所以那時候畢業又覺得設計一定沒飯吃，所以我就跑去做行銷。那我要問 Chris， 因為我都看他在工作。好，那我本業是在外商的科技業做 PM。我要問問題，是不是有人偷發現？有人偷發現，可是他應該是猜到的，因為我一直說我們是競爭對手。都是你，他發現我，哦，是我發現他，我沒有主動。对，你是被動的，我是被動的。娘火。小哲，我是做研究助理。哪方面的？知道。是社會科學，跟醫療有關的一些社會學跟人類學的東西。你會往研究這個方向走嗎？因為這個研究助理的關係。應該會繼續讀書。小哲研究助理非常符合他的人設，他一整個就是碩士生，但是有在做研究的那種感覺，就完全不用猜，他那個就是那個樣子。好了，不然換你分享。之前是做金融業的，我在銀行工作。
然後我現在也已經辭掉在全職炒股。我靠，大家都在炒哦！我要不要開就是戀愛女子宿舍之炒股副頻道吧？真的，也太多炒股。我想說，这季是什么炒股王吗？我听到谁的最驚訝是 Jenny 的，因为我说我發現早餐組的人全部都在買股票，我想說，哈，我想知道那個 Ellie 的。我很普通我在服務業上班，然後我是眼鏡行的店員，然後就這樣，很可愛哦。有在賣太陽眼鏡嗎？对 ，Elva 可以， Elva 眼鏡超喜歡，Elva 可以买，我都跟他買的，我都跟他買的。今天白天坐在餐桌椅就要戴太陽眼鏡，很亮可以来跟我買眼鏡，可以跟我買太陽眼鏡。好，那我要指定下一個。我要問李恩的。好，我就是那個接案插畫家。然後，但我其實是 freelancer 啦，我接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我除了做平面繪畫、平面設計，然後繪本插畫、報章雜誌插畫之外，我還會做動畫的案子。我的專長其實是紙雕創作，我有在出攤擺市集，我會幫大家做剪紙試演會這樣子，錢有點太難賺了，所以我最近就是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會去找一些資源，然後不同的資源整合，然後可能之後看是要怎麼樣把我的紙雕變成更商業性的方向去發展。那我來問娜娜好了，我是忍者，我有炒點股，然後主業是學生，現在正在學的是雕塑。我以為他可能就是也是出社會的人，我反而覺得 Ellie 像學生，結果他不是學生，這也蠻意外的。我做市場開發，然後市場跟他是競業，就是對科技業，然後市場開發，然後是在做PM 跟 Sales 之間研究海外市場、經營者分析、定價什麼策略什麼之類的那類。這是第一個正職。兼職呢？兼職我當過線上英文家教。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當一些體育類的老師？他有英文老師的臉，體育生的身材。有沒有想過副業當那種健身教練？對，不夠格啊！我看到你在床上還放啞鈴哎。對啊，跟 Google 借的。我睡前不舉一下都不舒服。但他們一直說我應該去當兼職健身教練，這我覺得蠻好笑的。就沒想到我給大家的形象會是健身教練。我覺得我真的就只是跟其他另外11個人比起來，比較愛運動一點。接下來會有一個秘密驚喜活動，又來了。等一下總共會有7個題目，題目都跟現場的來賓有關係。你們聽到題目之後，每一題都要回答在場2位來賓。每一題呢都會排出前2名，最後總計這7題排名最高的前2位會有一個秘密驚喜。我知道有那些題目要回答的時候，我就是蠻好奇那些題目有什麼，也蠻好奇那個之後的秘密的驚喜是什麼。第一題，你覺得來賓裡誰最有魅力？誰呀？你這有東西。九旭帶動氣氛的能力超強的，然後娜娜的時候就是一開始就最有印象就是大家都選娜娜，而且娜娜就站在那邊就很有存在感。那我覺得李恩他很有他自己的魅力，是在於我覺得他真的是那種完全藏不住他自己在想什麼，然後想到什麼他就可以非常非常真誠的表達。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事情。你寫了一個折，折。第一次約會完之後就覺得他還不錯，是有一些好感，但那時候還沒有到非常多。第2次的時候就是不是玩那個跳格子嘛，命運又把我們安排在一起。就是經過第2次約會之後，我就發現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就是我一直以來很渴望的特質。我當下有點被迷住了。小澤是因為我會他快樂而快樂。在你覺得誰最有魅力這題，你的第1名寫小澤，你的第2名寫小鹿，可是你原本是寫 Chris， 然後劃掉。你可以就是稍微解釋一下，就是你選了小澤當第1名，然後還劃掉 Chris 改成小鹿的原因嗎？小澤本身的魅力就很吸引我，他的職業，不管是他的職業，然後還有他的閱讀量，然後還有當我分享我的想法的時候，其實我跟小澤的共鳴是最高的。
那你為什麼把 Chris 劃掉？單純對我來說，就是他有一個他自己外表的魅力嘛，就他長得很好看。Chris 他工作能力很強，去達成他的目標 ，Chris 都達到了。其實我覺得 Chris 很不快樂，但我覺得這些種種也都是加成了 Chris 的魅力嘛，是跟我自己的對他強烈的那個控制吧，那個關係好像有點變質了，先劃掉了這樣子。第二題，你覺得誰的表現最真誠、最透明？李恩，我就覺得他藏不了，他是需要時間觀察的人，但他一旦確定了，他就會開始執行，不管是言語上、找他單獨相處上，以及行為上，他都會很明確的讓那個人知道我喜歡你。覺得表現的最真誠的人是小鹿，我覺得他不管在哪一個環節，他都很認真的去做，而且很努力的展現他自己，完全没有在隱藏。即使那個環節很困難，他還是會把自己的 part 做好。并且他会照顧到大家，可能覺得這個人相較起來比較不說話，他就會做球給那個人。我那時候覺得表現最真誠、最透明，我第一名選佑。然後又是因為我覺得我在跟他的聊天當中，我發現他就是一個很確定，然後也不會跟你隱藏，就是他就算想要演，他的表情也很難控管。他是這樣啊，我就覺得很好笑，而且這也是我欣賞他，然後也是覺得有喜歡的其中一點吧。就是他很直接，他有什麼就講什麼，他也不會在那邊跟你客套。但是如果要說做人的話，他可能還是會做一下，很透明啊，他也沒有在藏什麼。第三題，你覺得誰最不會拒絕別人？不會拒絕別人。我覺得Zoe跟九旭最不會拒絕別人，可這一題我其實想蠻久的，因為我覺得Zoe他就是一個比較溫的人嘛，他並沒有那麼擅長拒絕，但他通常都會想想，好，他會這樣。那九旭的話，我猜應該是姐姐，也沒有看過他拒絕什麼太不合理的東西。小鹿是，我覺得他有幾乎對每一個來賓都會釋放一些好感嘛，再去試看看，可能大家給他的回應。可能稍微跟他有些回應的，他就會繼續進展互動嗎？更多、更進一步的互動，所以我才寫這個答案。我就在想說，這樣個性的人是不是比較不會拒絕啦？我寫作也是因為蠻多人都找他聊天，然後他都會答應，他都會聽，然後我就覺得人好好哦。他有時候會想說，他會好奇為什麼大家都會想找他聊天，就是有人有開玩笑說在討論。而且 Chris 就是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很不會拒絕別人，那他確實也是這樣子的人。我覺得最不會拒絕別人的就是 Chris， 今天誰找他，他就好。我覺得就是覺得蠻不爽，但是就是算了，那就是他的決定嘛。我不想要去 judge 他，反正我很容易就會 judge 我喜歡的人嘛。Chris 他覺得他就是這麼夯啊，然後他要處理的事情就這麼多啊，今天誰要來找他，他就去做啊，這樣子。第四題。你覺得誰的內心世界最複雜？我是寫李恩跟小鹿嗎？但是我的複雜是覺得他們是內心有比我們更多心理活動的，情緒比我們滿很多的，跟他們想的很多的。相較於我自己跟其他人的話，我應該也是算內心複雜嗎？就是我的內心複雜的定義是，他們非常敏感、高敏，感知能力非常高的，很多聲音跟情緒可能在他们的心裡會被很放大去感受的，所以我寫他們倆。這題我應該也是寫李恩，就很直觀，就是我們第一天跟今天都聊到的，他內心比較多情緒。我現在覺得這好像不是一個負面的東西，可能我以前會覺得情緒很多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就是會衍生出很多很難處理的事情。可是他今天的是說，他那些情緒他會拿來發洩在他的創作上，然後用那些不一樣的想法去融入到他的個人創作裡面，所以我就覺得這好像也是一個蠻不錯的特質。我會寫小鹿跟 Elva 是因為兩個人感覺都顧慮很多事情，只是他們顧慮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樣。我覺得小鹿可能外在給人表現那種大剌剌的感覺是蠻有落差的，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想很多，
Elva 的話，就是可能不太會拒絕別人這件事情，想要周全很多事或顧慮很多事情，也會導致他心思可能比較複雜。Elva 是因為 Elva 就每個人都說下次約會，下次約會，但是好像就是實際上就不知道他到底想跟誰約會啊。他有一堆要約的，然後之後我就說你又沒有跟我講說要跟我約會，然後他就說好，現在答應你，直接加1耶，然後完全還是不知道他到底最想約誰。我寫 Elva 是因為我覺得他很多時候太表裡不一。Elva 的表裡不一就是他可能心裡真正喜歡或是想做一些行動的那個人，他也不會真的去做，他就會覺得說，就沒有辦法啊，就覺得可能人家不喜歡他或是怎麼樣，就他就喜歡講講而已，但是他又不明確的做出一些行動，或者是他做出了一個行動之後，我沒有特別再更明確的对他，他就會覺得說，那我現在就是跟別人演這一條線，我沒有要繼續對你好或是什麼的，你就覺得是這樣。我覺得九旭的內心世界最複雜，就是我本來以為我跟他今天約會可以問出一些比較隱私的問題，可是當我在問的時候，他會拒絕回答，但我覺得倒也沒關係。但是我覺得他的心房比較厚，不會那麼容易去攻破。我其中有一題是問說，你單身多久了？上一次分手是什麼時候？他沒有想要透露，想說好了，沒關係啦，每個人不同嘛，好啦。第5題，你在這邊曾經對誰感到愧疚？我寫小鹿原因是因为很多想要選擇的瞬間，我沒有選擇他，而選擇 Chris。對，我覺得對他蠻抱歉。然後 Elva 的話就是我感覺對他講話有時候太直接，對，還是會有點愧疚啦。雖然說我說的是事實。你覺得 Elva 有走心過嗎？我覺得 Elva 肯定有走心，但他就一直說他自己沒事，他其實很有事，口是心非的女人。Elva 就是那種你想跟他講，他就會一直說真的沒事，真的沒事，沒必要講，沒必要講。但是我就覺得說，如果真的沒事，你就是不會一直這樣子說。女生的沒事就是有事。娜娜的話就是前2天跟他同房的時候，可能因為我自己睡眠睡得蠻差的，比較沒有主動的去跟他聊天，或者是主動的去處理他的一些情緒，是因為我自己沒辦法消化，沒辦法吸收，沒辦法接應，我非常需要處理我自己的睡眠跟我自己的收到的一些壓力。對啊，有點愧疚，就是我沒有辦法給他要的方式，回應情緒的方式。愧疚這一題，你第2題寫娜娜的原因是什麼？好，就是因為那天小鹿眼睛不是被撞到了嗎？大家都不想把事情鬧大，但是我後來是使用那張約會卡，約會30分鐘。反正事後我觀察到，好像娜娜不好了，因為娜娜發现是她不小心弄傷了小鹿，所以娜娜有蜷縮在沙發的一個角落。是不是我又做錯什麼？是不是我不應該使用那張卡？假設不使用那張卡，是不是她還是會去看醫生？就是可以默默去看醫生，而不是昭告天下看醫生。所以我對娜娜也抱歉。第1名寫 Chris 的原因是因為那天 Chris 跟我說，你知道為什麼我一開始就把你列入不可能發展嗎？然後我說我不知道啊，為什麼？然後呢，他就說，因為你這種高知識分子一定覺得我在裝聰明，然後其實內心是很笨的。然後我想說，啊，為什麼會讓你有這樣的感覺？然後當時我是有點想說，哈，其實根本沒有跟他講到什麼話。對，所以我就有點愧疚，是在愧疚這個。我想說，我有什麼樣的舉動，我真的想不起來。但是真的蠻不好意思，會讓他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件我對誰聊會說，第一個我是李恩，第二個我是 Ellie。我是李恩的原因是因為他對我有一些情緒上的投射。那其實以往我的狀態啊，應該算是足夠穩定，能回應他這些比較重的情緒的。可之前可能我也蠻累的。然後加上我覺得他稍微踩線了，所以我沒有好好的回應他。然後有幾段對話結束的很草率，可是我平常就我不是個草率的人，對，所以這個有點愧疚。好，我對 Ellie 的愧疚是這樣的：我跟他出去約完會之後，我沒有好好的感謝他，畢竟他也是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甚至還唱歌。另外一個愧疚是，就是自己動作雖然有點多，但我應該能好好跟他講，而不是看起來就是不拒絕的樣子，讓他覺得我好沒關係。
就之前跟李恩的那個事情，就是如果人家只看1集的話，會不會覺得很像在說那個人不好還是怎樣？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害他被罵還是怎樣，然後我會愧疚。但是我們在那個草地上的時候，李恩也有說，他其實有覺得他講那個話有點不太好嘛。他說他會承擔還是怎樣，但是我覺得他人很好，但我真的不喜歡他會被罵。然後 Chris 的話就是那個約會，因為就不能拒絕啊，然後就覺得搞不好他不想出去。我一開始對小澤，還有一開始对艾莉會感覺到愧疚，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是我的有約會過的對象，然後他們都是我約會起来覺得很舒服，可是我对他們真的没有一點性的吸引力嘛。其實是我漸漸放掉這2條感情線的。我好像太把性的吸引力看得太重要了嘛。好，雖然性的吸引力很重要，可是我現在又開始漸漸覺得說，是不是就是應該要循序漸進啊，就從當朋友開始啊。如果從當朋友開始的話，就不會發生這麼多drama的事情了，對不對？第6題，你覺得誰在這邊付出最多真心？我覺得 Scarlett 跟李安付出最多真心，是因為 Scarlett 她的保護欲就寫在她臉上，而且她也是個很不會藏情緒的人，所以就很清楚。然後第2個我寫李恩，李恩他也是一個不會藏情緒的人，那他表現形式會比 Scarlett 再戲劇化一點，那好的壞的都也很清楚。我寫這個原因就是真的覺得他是蠻真誠的，他對我也是。寫 Scarlett 就是他也是一個很純粹的人，就是很直，就是這樣子，就是這樣子。最後一題，第7題，你覺得誰最害怕對方發現自己對他的情感？我是寫 Chris， 就是因為很多人選擇他，所以我覺得他有點害怕真的做出一個很明確的選擇。我就覺得他就沒有很直截了當，也沒有很敢的跟所有對他有興趣的人說一個明確的答案。好，我先說，我根本不知道大家的感情線。一來史嘉蕾話本來就比較少，然後酷酷的，他連心动訊息都可以寫期待跟你打炮這麼的簡單，但是因為這句話感覺好像可玩笑也可認真，所以有时候会不確定史嘉蕾的酷酷的跟他的就是一些狀態，到底是他真的沒想法沒感覺，或者是他其實可能有想法有感覺，但不想讓人家知道嗎？會有一點點這樣的猜測。Alpha 就是從頭到尾都在亂放線啊，害怕他真正有好感的對象知道這件事情。這些行為就只是為了掩飾他內心的不安，覺得我想要跟你發展了，我就愛的人是你，我想要 fuck you， 這樣講啊。哦，我聽到的。我寫 Alpha 是因為他就是我前面說的這些，明明有喜歡，但是你只要可能稍微一不回應他，或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他又突然一下這樣一下那樣。要吃誰啊？某一天的心動訊息就在耳邊講，他在我耳邊講，如果你真的希望不只是床伴的話，那你就做出來嘛。你為什麼要這樣子講？然後又後面就說我不愛他啊，所以就怎麼樣？所以我今天不喜歡你，你就不努力了嗎？說不定你在待定區啊。对啊，我說不定真的還是有想要深入的了解你，可是因為你這樣，我就不想了解了，你就讓我整個冷掉。因为我们刚也統計完了，我這邊我先宣布這個神秘驚喜是什麼。等一下呢，獲勝的你可以前往浪漫豪華別墅。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好讓一些還不確定的跟在萌芽的感情線好好的推進發展，而且一定是火速的推進發展，我覺得很棒，很有看頭，很喜歡。雖然我自己也有點想要，但是我覺得是時候要有什麼新的火花出來，新的看頭。我跟 Scarlett 在哪邊感覺都可以聊得很開心，到那邊可能有一個氣氛的烘托，我們倆可能會覺得有點尷尬，不知道要怎麼面對。反正如果說這種氣氛烘托是在烘托一個剛萌芽的小情侶的話，那可能會很有看頭。聽到這個驚喜別墅的時候，我心裡的 OS 是：確定不是驚嚇嗎？我會有點擔心，如果是讓我有點小壓力的人抽到我的話，那就不是驚喜，那其實是驚嚇。我會有點擔心會跟最近相處的時候相較不自在的人抽到我的話，我要去跟他們去這個別墅，那我會有點壓力。我要即將公布第一名是誰。好，第一名呢是李恩，
好爽哦你！是李恩，我不意外。那些问题感觉蠻多，大家都会寫他，因为他就是一個很真誠、很真心，他感覺付出最多的感情去感受這一切，然後最投入的樣子，我覺得就是他。當時覺得很驚訝因為我覺得這個紙條裡面的所有東西有好有壞的差別非常大，所以如果票選到最高，我不知道這個是好還是壞，因為我覺得這完全不是全正面的東西，所以我那時候有一點驚訝。那李恩，你可以帶一位室友前往這個浪漫豪華別墅。我選擇 Chris。說到李恩是第一名的時候，我在想的是，救命，噩夢發生了，但我要像大人一樣去接受它。然後後來有去跟其他同學聊天嘛，就有從其他地方耳聞到說，他覺得前一天晚上跟我那樣跟我對峙，他其實感到很抱歉，那他想把這件事講開，因為結束得很草率之類的，所以我大概知道哦，他是個要講清楚的人，所以他可能會找我。老實說，因為 Chris， 我蠻確定他沒有想要認真的跟李恩有什麼很具未來規劃性的發展。因為李恩就是這麼明顯的表達他的好感，但是 Chris 如果沒有同樣的感覺的話，感覺就會有蠻大的心理壓力，所以我其實還蠻替他擔心的，但是我相信他可以應付得很好。其實有點複雜，因為畢竟今天約會感受蠻好的，然後到晚上突然要經歷一個讓人有點壓力的環節，哎，峰回路轉。第二名是小鹿，哈，這個有好有壞實至名歸吧。但是因為他不管怎樣，奇怪的題目好像就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套用在他身上，就是搞笑的他也可以，認真的也可以，貼心的也可以，奇怪的也可以，然後最負責的也可以。小鹿可以帶一位室友前往別墅，哪一樣？他選擇用。好，有新鮮呢。我覺得得到這個機會很棒，因為我跟又一直都有想要跟對方聊天，可是我們都不是那種會主動的特別去找你說，哎，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嗎？或者我跟你說，哦，特別把你拉過去，真的很常被打斷，就是這幾天從來沒有一次好好的完成到聊到說，哎，好了，我們聊差不多，我們各自散會，完全沒有。所以我覺得有這個嘉賓實在是太棒，然後我真的很開心。太爽啦！我要抽根煙，我要抽一根煙，我真的必須得抽一根煙。他就緊張到就說他要跑出去，就是冷靜一下，就是他覺得就是很緊張。我說那不然還是，如果我擔心你就是會緊張，所以我選了別人，你會怎麼想？你 OK 嗎？然後他就說你自己好自為之啊，你覺得這樣可以嗎？然後就是會有這種開玩笑，但是又讓我知道他的真心的方式，我就覺得這是他很可愛的一個點啊，給我耍那種女生脾氣，我就覺得對我來說是很可愛的發脾氣，然後又不會很逼人，可是又讓你知道說哦，你就是要選我啊，就是我現在很緊張，所以我現在是腦袋混亂的這個狀態，我就覺得對我來說就會很想要鬧他一下，就是開心又覺得說，哎。但是又當下又有點緊張，想說，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跟我有好感、有興趣的人睡同一張床，我會很緊張，根本就沒有辦法睡覺。那時候跟 Jinny 還有他還有我就是在門口，後來就是要進去了，因為我們差不多要去收行李，再去前往別墅。他進去之前，我們兩個就是擁抱了一下，然後就擁抱的時候就覺得，哇，是很開心，覺得幸福，但是就很短，我們就抱一下，然後講趕快進去，就不要太招搖。想到他可以跟佑一房，然後你要跟李恩一房，你會吃醋嗎？小鹿跟佑一房，我其實覺得沒什麼。我比較有壓力的是我跟李恩，如果是那一房的話，到底是想怎樣？就是壓力很大，還要講清楚。而且我覺得昨天結束的很草率，有一點好處就是我可以逃避這件事，我可以就都不講清楚。可是那一房的意思是什麼？就一定都要什麼都要講清楚。可是如果我還要面對他的那些就是比較沉重的情緒回擊的話，我會覺得很累。돌이킬 수 없다
如果現在對你有興趣的話，然後我們又說要先暫停的話，然後你說鬆一口氣，所以那就是什么意思呢？跟一個小小的情緒怪獸在同一個空間裡，而且你知道他還想要用他的方式來跟你溝通的時候，我還是就還是有點小尷尬。我應該可以唱得很好，但就我不確定我在身體很累的情況下，我還有沒有力氣去唱這件事，還想不想去唱這件事？就是我好像每一次在要進入戀愛關係之前，我都會變得有點太不自信，或者太沒有安全感了。因為我覺得可能對方不一定會選擇自己，所以常常會變得很脅迫，然後語氣有情緒性這樣子。那你覺得我们兩個下節目會繼續發展？你自己覺得？我覺得會，目前我覺得會。我覺得我們頻率蠻對的。我就說我跟別人從來都沒有這種感覺過。我前天好像是海邊的時候，我說我覺得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但我現在有新的答案了。我覺得今天這樣子才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是更幸福了。你是誰？我很想再跟你出去。我真的很想再跟你出去，真的。但是我选的也是你。是 ，but 为什么？心碎。就是当然也是觉得很抱歉啊。面对好感对象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还会不然退縮一下。我覺得我現在非常的慌亂。我有點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如果你還看不夠，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1個月只要100塊錢。很可愛哦。堅定的他跟九旭，因為就像我剛說的，就是他的外表還好，但是我覺得他身上有些外表還外表，什麼外表？所以你知道有一集說，我第一天就看到有趣的外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喜歡的類型。然後你現在跟我說外表還好，我們大家先走嘍，給他點空間。我不行了，我給你們治療吧。再見。你可以看到幕後花絮、來賓們參加節目前的面試片段、完整版的約會內容，甚至是來賓們觀看播出後的第一反應。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戶的話，請不要從 YouTube 的 App 購買會員，這樣會被多收50塊的蘋果稅哦。所以建議可以從其他的網頁瀏覽器或是電腦直接購買哦。下課那邊家裡空